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31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3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09.28，收盘价是197.36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10.88，最低价是在194.47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6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1.36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.43倍，抱有大的成交量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不变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下行，开口不变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在增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0月3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反弹后下行的行进中。我们会看到当日的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低，也就是10月2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再次出现了底低，也就是说再次确认了这个空头趋势。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当日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。通常我们说成交量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.2倍以上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为抱有大的成交量。那出现这样的实体长红 K 线，再有大的成交量，然后再次确认空头趋势，那说明后续股价将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。好，那么目前从 K 线上信息上解读，我们只有等待止跌信号的 K 线出现，才可以判断这个股价是否能够止跌。那股价如果出现止跌信号 K 线之后要反弹，对于目前的信息来说，这根也就是10月30日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在211附近，将成为一个强压力。也就是股价如果出现止跌反弹，只有站上这个位置，才有继续向上反弹的可能，否则股价会继续在上方遇压之后出现反转向下。好，那么目前来说，211将是股价是否能够反弹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位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3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两个可能，一个是股价会继续出现下行，收盘价会在203；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，会收盘在213.5附近。那么实际在10月30日收盘价是在197.36，出现了大幅的下跌。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出现这样的 K 线信息，在抱有大的成交量，股价会继续下行。因此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目前，也就是对于10月31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的下行，我们将要把这个第一个目标由原来的202，我们下移到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低，因为这第一个目标已经被跌破。好，那目前股价下行的目标就是要再次确认底低，也就是再次出现底，确认这样一个空头趋势。
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这根实体长红 K 线是含有相对较长的下影线的，所以下方是有一定的支撑。那股价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再出现新低。那195被跌破之后，接下来的第二个目标依然是178，这是一个支撑位。那它真正的目标，也就是我们设定的第三个目标是152。那因为目标目前我们说跌破了220左右的这个中线，也就是自2023年4月27日以来的这一波上涨的中线，也就是股价跌破了这根 K 线的前低之后啊，继续向下的目标一定是152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。当然，我们再可以延伸去说，如果股价日后跌破了152呢，那么我们认为它的目标将会测试101.81，也就是2023年1月6日的这根 K 线的最低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股价下行的一个描述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目前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依然是前高，也就是10月24日的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22。第二个目标是236，是这个缺口的中线，它是一个强压力。第三个目标依然是257。那股价只有重新站上257，才能够瓦解自10月10日以来的这个空头趋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。那我们再来看看，在10月31日盘中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啊是在209附近。那这个位置呢是10月30日盘中5日均线值的位置。那我们说观察这个位置，股价如果能在这个5日均线之上方运行啊，有可能会收高，但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将会收低。我们会看到当日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一度是站上了5日均线值，但是很遗憾出现了这样一个大幅的一个反转向下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对之前观察位的一个描述。那对于10月31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，就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低是194.67。我们把它放在194附近。对的。好，实际上我们关注的就是前低。那在10月31日开盘之后，如果股价能够在前低的上方运行，才有可能出现止跌信号，或者说是直接出现一个小幅的反弹。否则，如果股价在前低的下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收低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194的原因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我们在10月23日这根 K 线的收盘价是在212附近给的5%进场抢反弹的一个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那么获利目标是在217到219。那在10月24日和10月25日2日盘中，股价都到达了这个获利的位置，也就是这两个这个反弹的单位呢，如果是获利出场，那么在这2个交易日的盘中已经就出场了。那么在之后我们一直做视讯当中提到，如果这个强反弹的多单没有出场呢，我们一直是守10月23日这根 K 线最低，也就是202。那目前10月30日股价的收盘价已经跌破了这个位置，所以这样的一个5%的仓位应该是即可出场的，要止损出场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空头我们会看到目前
实际上它的目标就是要跌破200关口。目前股价收盘价已经跌破了200关口，那现在股价继续向下，我们认为空头的目标是178，那他们的回补位或者他们要守的位置分别是211，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高，还有上方的222，也就是我们设定的这个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好，这是我们对空头的描述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0月3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在202到205之间，在这个区域。第二个压力位是前高211到213，213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在它的附近，这是第二个压力区间。第三个压力位就是222，是10月24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好，我们先给到这里，然后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首先到来的是支撑是前低，我们把它设在194，然后第二个支撑是178。那第三个支撑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再给出一个支撑，就是5月1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164附近，这是第三个支撑。当然实际的支撑是下方的152，我们把152定为第四个支撑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0月3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会给出2个方向，一个是股价会继续下行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甚至有可能是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在盘中最高会到达197.5，最低下方会到达189，在这个位置。然后呢，收盘会收在190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呢，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98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那另外一个方向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反弹，小幅的反弹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95，在这个位置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03.5，对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02附近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小幅的反弹。也就是我们预测反弹的条件，股价是在盘中是不可以跌破前低的。对，好，那如果股价既不向下，没有下跌，也不出现反弹，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平盘。对，如果出现平盘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或者是到达193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01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97附近。那我们预测这个平盘啊，就是在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出现一根休息的 K 线，或者说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3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